如果宇宙深处有一双眼睛凝视地球，它最先看到的一定是这里。这颗星球上离天空最近的地方。如果这目光能够穿透一切历史的面具，在人间香火与神明气息之间，可还藏着贯通天地的神秘经纬。这是一座记忆的宫堡，一艘在时光长河中追寻彼岸的巨轮。在这里，超越生死，无分你我，消弭了昨日和明天。在这里，旅程短促又漫长，而步履不停，绝不匆忙。在这里，大地坚如磐石，岁月沉淀的文明之光，永恒闪耀。今天，我们将循着这梦幻而又真实的光，踏进时间洪流，触摸文明的根，登上土与木的峰峦，把流云和星辰引入殿堂，见证晶石碰撞的刹那，把人类超越自我的渴望，化作可触可感的一个个具象。这一次，我们将借由最新的科技手段，走进布达拉宫，走进雪域高原的千年过往。孙王老师，终于见面了。这是比利，欢迎来到藏研中心。我们到里面坐一会吧。好好，走。听说您去拉萨了，对，有高原反应吗？有，我已经这么多年，就是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，但是还有高原反应。是您能在布达拉宫爬上爬下的，还是挺考验意志力啊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不光是缺氧的那种晕，其实我在宫里转来转去这么多年，也有点晕。主要是那个位置啊，我老搞不清楚。一趟一趟的下来，最后就剩庄严了。确实，布达拉宫也不是从无到有的这种一蹴而就的。对。然后我们也不能从片面的去看待和理解。听说你们做了那个数字布达拉宫。现在进展怎么样了？现在在后期制作当中，但是我们复制它的这个现状肯定还是不够的。最重要的是要去梳理它的空间和历史的这样一个脉络，那个就得靠您了。我今天还给您带来了我们的这个效果呈现。很逼真了。很逼真了吧？这个光线的效果啊什么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质感了。过两天您到棚里边去的时候，会看到更大的，很真实的。四望边觉，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西藏的历史与宗教文化。这座正在构建的虚拟宫殿，还需借助它的学识，从时间和空间上多维度还原布达拉宫的历史演进。在他的引领下，我们将沿着游客参观的路线，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程。
次旺老师，哎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数字世界。哇，这个数字布达拉宫还原的还挺真实。最重要的是，逛布达拉宫终于不用因为缺氧而头晕了。布达拉宫所在的这座山叫红山，藏语叫 Mabuji， 它是拉萨河谷腹地的隆起。其实它并不高，爬这类主要是因为拉萨的海拔高。从这里看布达拉宫的全貌，距离刚刚好。在开始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啊，我每次看着布达拉宫，我都会觉得，哇，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建的这座宫殿实在是太雄伟了。那我可能要扫你的兴了。布达拉宫最初叫赤子玛布，建造者确实是松赞干布，但咱们眼前的这座宫殿啊，主要是清代重建的。那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而建过一座宫殿，这个说法准确吗？当为公主筑一城，以夸是后代，《旧唐书》里确实这么说的。藏文史书也有不少的记载，但事实上呢，宫殿在公元633年就建成了。这个时候，松赞干布迁都拉萨，而迎娶文成公主是在公元641年。所以，如果你说他在布达拉宫住过，应该没有争议。经过1000年的叙述，或许我们很难再追溯久远的记忆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公元842年，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遇刺身亡。王室内部与地方势力为争夺王位和领土陷入长期混战，由此开启了持续200余年的割据时代。随着萨迦、帕朱、仁蚌及藏巴汗政权的更迭，红山上的布达拉宫在战火中屡遭损毁。800年后，公元1642年3月，位于日喀则的桑珠孜城堡被攻破，地西藏巴地方政权被推翻。原本弱势的藏传佛教格鲁派，与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联合，在强大的武力支持下，统一了西藏地方，联合建立了新的地方政权。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叫做甘丹颇章宫，因此史称甘丹颇章地方政权。从此，拉萨再次成为西藏的政治中心。为了稳固新政权，以五世达赖喇嘛进士灵脉下众为首的僧俗官员提议修建一座宗堡，作为权力中心。他们最终将目光投向了红山。今天的数字技术很容易还原不同时期的地理景观，也许这就是300多年前五世达赖喇嘛眼中的红山。策划老师，您觉得我们还原的这个红山怎么样？你们还原的这个红山啊，过于空白了。虽然松赞干布建造的宫殿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，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后来的地方政权在红山修建宫殿、重塑造像的历史记载。所以呢，五世达赖喇嘛
主持修建布达拉宫时，红山上应该还有红山宫的建筑遗存和积雪宗堡等建筑。了解了，我们后续调整。红山是拉萨河谷唯一可以用作战士堡垒的地方。在这里修建布达拉宫，能够与拉萨的3大格鲁派寺院哲蚌寺、色拉寺、甘丹寺形成紧密的呼应。寺院虽然有坚固的城墙和数量众多的僧兵，但是呢，毕竟是宗教场所，不可能完全发挥战备功能。起初呢，五世达赖喇嘛对修建宗堡还没有那么热忱，那时他不到30岁，还是一个沉浸在佛法、心无杂念的青年人。在经师的教诲下，他才做出思想改变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布达拉宫，其实主要是17世纪中叶，也就是清朝顺治年间的建筑。没错，后面还经历了不断的改建和扩建。那选择这种宗堡类的建筑式样，当时西藏地区应该是很流行的吧？我去过日喀则，那里的桑珠孜宗堡跟布达拉宫非常相似。是的，是的，它们都是以山体作为支撑点，既显得建筑结构上的威严高大，同时呢，还有易守难攻的这种军事优势。桑珠孜宗堡可以说是布达拉宫设计的重要参考之一。1642年呢，五世达赖喇嘛在那里住过3个月。这种雄伟的建筑形式啊，肯定给他和当时的官员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。次旺老师，咱们眼前的这个布达拉宫，跟17世纪初建时候的那个原貌差距大吗？差别还是挺大的。我给你看看这个素描，这是西方世界在1661年第一次见到布达拉宫时的样子。我们也可以直观了解当时布达拉宫的建筑样式，你可以比对一下。那一年，耶稣会传教士格鲁伯和同伴从北京出发，走了9个多月，经西宁抵达拉萨。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，刚刚建成才13年，一定让他们格外震撼。格鲁伯专门画了一张素描，后来收录在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编撰的《中国图说》中。画里面的人们行色匆匆，还有牲畜和马车，一派繁荣忙碌的样子。这幅画在当时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反响，使欧洲人心中逐渐加深了对西藏及其文化的神秘印象，并引发对遥远的布达拉宫的无限遐想。这幅素描图，陌生中又透着熟悉。这和今天的布达拉宫外观，还差别不小。比如宫顶部分带着明显的欧洲建筑风格。这幅画应该不是现场画的，所以你会看到细节上的一些偏差。在画的上方，还有一个横条写着布达拉宫的拉丁文，可以断定它是表现布达拉宫的图画。另外呢，五世达赖喇嘛当时主持修建的布达拉宫，其实只有白宫部分，就是素描图里的样子。之后经过历代的扩建和改建，布达拉宫才最终变成现在的规模。
1648年，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建成后，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迁居到这里。从此，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居住和进行政治、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。白宫因白色外墙而得名。在藏族文化中，白色被赋予崇高的意义，象征着吉祥、温和和善良。白色是藏族原始宗教本教当中代表5种本源的象征色之一。藏族生活在皑皑雪山之中，他们有白石崇拜和三白供神的习俗。三白就是奶酪、牛奶、酥油。然而，布达拉宫的外墙选用白色，更因为它还代表着政治权威。布达拉宫的白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它不是光滑的，凹凸还带着层次感，像西藏的雪山一样。这就是经年累月的效果，都是岁月的痕迹啊。不管从远处看还是凑近了看，古老的布达拉宫总是给人感觉像是新建了不久一样。这里面藏着什么保养秘方吗？有啊，藏历9月22日是西藏的降神节。传说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重返人间的日子，所以为了迎接他，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每年都会在这之前粉刷外墙。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300年。其实每年刷墙除了美观，最重要的是可以起到保护建筑的作用。人们都说布达拉宫的墙是甜的，还有股奶香味儿。我吃过，一嘴的实惠。对，每年刷墙时，会有许多信众自发前来参加。一些人确实会捐送牦牛奶、糖之类的物品，混合到涂料里。他们相信这能寄托一种甜蜜的祝福。但在涂料里的占比是非常少的，主要还是白石灰嘛。白色的墙，黑色的窗，浓郁的藏族风格和特点。是的，是的。窗子的梯形黑框与墙底的收分协调相配，在门窗上挂的牦牛粗毛帘和香布，在风中不停地飘动，增加了布达拉宫的飘逸灵动之气。游客参观布达拉宫，首先要走进白宫，沿着之字形登山石阶蜿蜒而上，便来到入白宫的东大门——圆满会集道。高原攀登阶梯虽然吃力，但大门的名称似乎告诉人们，在这里一切圆满，
都会汇聚到你的身上。这是著名的四大天王啊，和在内地佛寺里见到的差不多。是的，是的。他们通常出现在寺庙的门口，或山门两侧。没错，四大天王可以说是西藏神灵造像中最具中原艺术的神像了。他们是佛教的4位护法天神。佛教传入中国后啊，四大天王的故事传说也随之在国内流传，形象也逐渐往中国的武将方向变化。持国天王呢持琵琶守护东方，增长天王呢持宝剑守护南方，广目天王呢持卷锁守护西方，多闻天王呢持宝幢守护北方。所知法器啊，汉藏天王大同小异，显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痕迹。你看这些神像的面容和服饰，也带有明显的藏族文化特征。多闻天王手里拿的这只老鼠，也是藏族文化特有的吧？是的，它叫兔宝鼠，在藏族文化中是瑞兽。据说它不会排泄，不管吃什么，都会化为模拟宝珠从嘴里吐出来，也就是源源不断的财富。因此成了财神手里的宝物。这几个天王里头啊，信众对多闻天王更尊崇一些，毕竟他身兼财神的职位嘛，所以经常把他单独供奉起来。在汉传佛教的四大天王当中，多闻天王的这个知名度也是最高的。确实，佛教的传播啊，离不开与本土文化的交往、交流、交融。其实啊，不光是这儿，你在布达拉宫还能在好几个地方看到四大天王的身影。在布达拉宫重要殿堂的门楣上，有狮头装饰，代表着威严和守护，不同于体现平民建筑的花卉装饰。至于大门的形制，更直接表达了等级差别。一般的大门是2扇板门，而等级最高的大门有4根尖柱、6扇板门。门环跟神兽头像相结合，门环上还挂着编织彩带，既有防护和装饰作用，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下一站是德阳下，我们走吧。好。继续往前，穿过圆满汇集道的大门，通过廊道，便来到一个离地60-70米的德阳下广场。藏语德阳下也称作东庭院，意思是东欢乐广场。广场的面积约2000平方米，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。哎，次王老师，我发现这个地板跟水磨地面一样，是不是现代施工的呀？哦，不是的，布达拉宫所有地面，包括室内，都是用阿嘎土打成的。这是一种传统的建筑技艺。就是达嘎，这个是藏式建筑特有的。是的。阿嘎土是一种风化的石灰岩，主要成分是碳酸钙。
施工的时候呢，先将大块的这个阿嘎土捣碎，然后再按先粗后细的顺序依次铺筑夯打。夯打前呢，要撒一些水，把阿卡土弄湿。碳酸钙溶于水，晒干后就会结晶，起到一个凝结和防水的作用。最后将表面磨光和擦拭涂料。这么费时费力，在山上人工作业夯打一个这么大的广场，这个广场肯定有特殊的功用吧？过去呢，这里专供达赖喇嘛在节日期间观赏、跳绳、藏戏表演的场所。普通老百姓呢，根本进不来。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游客在布达拉宫打卡的最佳地。对。哎，戴老师，你注意到没？广场上有2个盖子，你猜猜看，它们有什么作用？像是通风口，难道是密道？沾了点边。这是通往布达拉宫地下空间的出入口。一会儿我再带你去看。我们先进白宫吧。穿过德阳下来到西侧，会看到石阶上有3排木梯，中间的梯道是当年专供达赖喇嘛上下的通道。沿阶梯上去，就可以进到白宫门庭了。白宫门庭是进入白宫主体建筑的必经之路。这是一个4方形的空间，内有4柱8梁。4面墙上会有极其精美的壁画，其中就有关于文成公主的传奇故事。公元640年冬天，松赞干布第3次派出请婚使团求娶大唐公主。此行由重臣陆东赞带队，并携带了丰厚的聘礼前往长安。前2次都以失败告终，这一次也是前途未卜。抵达长安后，陆东赞拜见唐太宗的场景留在了唐朝画家阎立本的笔下，成为今天的中国10大传世名画《步辇图》。而后续的故事一度只停留在了历史的文字当中。1000年后，随着白宫落成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故事被描绘在了白宫门庭北面的墙壁上，更多的历史往事才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。你看，这面墙上的画像是今天的纪录片，他们讲了几个完整的故事。这一幅呢，画的就是唐朝皇帝五难婚时的故事。据说当时除了陆东赞，还有周边多国使者向大唐求亲。唐太宗很为难，宫廷内部也意见不一，最后呢，想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办法，请各路使臣参加考试，比试智慧。一共5题，谁赢了，就把公主嫁给他们的首领。哇，娶个公主真不容易啊！是的，真是一波三折。将细线穿过有9曲孔道的明珠，在1天内将100只羊杀完，把肉吃完，将羊皮揉成皮革，分出一堆头尾看上去都一样粗的木头的根部和梢头，认出白匹母马
与白匹驹马各自的母子关系等等。唐太宗一共出了5个难题，其他使臣都是束手无策，只有陆东赞将这些难题一一化解。这可能是史上最难的接亲游戏了。别看只有5道题，每一题都感觉没有头绪。陆东赞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比如这个分辨马驹母子关系的问题啊，他利用吐蕃人丰富的游牧经验，让人先把母马和马驹分开关着，还不让马驹吃草喝水。等1、2天之后呢，一起放出来，小马驹就都跑到妈妈身边喝奶，母子关系就这样被陆东赞认出来了。虽然传说中的五难婚史故事不一定是真事儿，但是从中啊可以看出藏族人民的智慧。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陆东赞成就了这桩跨越千里的姻缘。公元641年，文成公主在礼部尚书李道宗的护送下，动身前往吐蕃。从长安到拉萨，全程3000多公里。这一路，山重水复，险象环生。有时因积雪冰凌，要绕路而行。有时因迷路，在深山峡谷中徘徊。遇到险要地段，公主不得不徒步行走。进入黑暗的密林深涧，需要掌灯才能前行。有一次天降大雪，树木杂乱地倒伏一地，公主一行被迫中途停留近2个月。这幅壁画描绘的就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艰难历程。据西藏王统记记载，唐太宗为公主的出嫁备了大量的嫁妆，除了许多珍宝、各类书籍、蔬菜种子外，还有一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。就是马车上的那一尊佛像吧。跋山涉水，还要护送这么沉重的佛像到拉萨，真的是历经了千难万阻。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这个车轿是专门打造的，这尊佛像非常的珍贵，遇到冰雪险要地段，不仅要用人拉，有时还需人背。现在这尊佛像呢，供奉在大昭寺里面，至今还深受藏族人民的崇拜。这真是划时代的相遇。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，随着文成公主带进了青藏高原，使藏族的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得到积极推动和发展。同时，汉族也吸收了不少藏族的文化。长安的妇女们一度风行吐蕃女性将脸颊涂红的美妆风格，称之为吐蕃妆。汉藏联姻的佳话已流传1000年，文成公主成为了汉藏一家的文化象征，促进了民族团结。松赞干布时期的这座宫殿没有留存下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眼前的壁画既然展现的是那个时候的场景，那这座宫殿究竟长什么样子？这些壁画里会不会藏着什么线索呀？你快成福尔摩斯了，还真的被你说对了。
根据铸剑史记载，松赞干布曾让画师把宫殿面貌绘在大昭寺西侧的墙壁上，不过今天早已经不见踪迹了。哦，你眼前看到的这幅壁画，据说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重建布达拉宫的时候啊，画师根据大昭寺的壁画作为范本创作的。你看这里最中间画的是松赞干布、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赤宗公主各坐在一边，他们所在的宫殿是王宫，在王宫和后宫之间啊有索桥相连，供赞婆和妃子往来。屋顶多是用刀、枪、剑、矛和旗幡装点，这和铸剑史《西藏王统计》里描述的差不多。这应该就是吐蕃时期的红山宫。这个红山宫的建筑风格，有点像现在的那个康区的碉楼。对对对，是一种碉楼的放大版。那时候虽然西藏高原四分五裂的局面刚刚结束，并实现了统一，但是还是有诸侯随时造反的危险。迁都也就是为了脱离旧势力的一项举措。而在只有长矛和弓箭之类的冷兵器时代，住在山上才有利于防守。四望边爵提到的藏文古籍《铸剑史》，成书于11世纪。传说由松赞干布口述，记述了松赞干布毕生事业以及最后的遗训和受记等内容。据其记载，红山宫由999间宫室加上顶层一间佛殿，共1000间房屋组成。宫殿堂皇壮丽，地势巍峨险要，即便四面临敌，只需5人就可防守。赞普宫殿的南边建有一座9层高的王妃宫殿，文成公主就住在那里。1000多年后，药王山的王妃宫殿和银质索桥早已不复存在。人们在据说是索桥所在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大白塔，成为进入拉萨的西大门。药王山则成为了拉萨的一个著名的打卡点，见证着新时代的风貌。想要窥见当年那座宫殿的辉煌与美丽，只能借助白宫门庭的壁画了。虽然这可能也只是艺术的创造。我突然想到，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布达拉宫和松赞干布时期的宫殿，除了建筑风格以外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现在的布达拉宫是一座没有女人居住的宫殿。您的视角很独特啊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毕竟五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他的居所、言行、生活用具等等，都要受到戒律的这个约束。你看，南侧墙壁画的就是戒律图，上面描绘着3间产房怎么建，4到5间产房怎么建，6间产房怎么建，僧人打坐的间隔是多少，上午穿什么，下午穿什么，上半夜穿什么，下半夜穿什么，甚至生病的时候啊，穿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。
这可太严格了。不过啊，达赖喇嘛也具有凡人所具有的亲情，在布达拉宫后山建有接待亲属的雅西楼。宁玛派、噶举派、萨迦派、格鲁派是藏传佛教4大派系。格鲁派创建的最晚，主张僧人应严守戒律和按阶段修行学习，因此发展迅速。藏语格鲁的意思就是善律，善于讲究戒律。您知道学顿节吗？知道啊，这是一个藏族的传统节日嘛，有斩佛仪式，还有藏戏演出等等，很热闹。对。其实学顿节的起源跟佛教的下安居和格鲁派的戒律有关。根据格鲁派的规定啊，每年藏历4月至6月期间，僧人只能在寺院闭关修行。因为夏季的各种虫子开始四处活动，僧人外出呢，难免会采杀生命，这有违不杀生的戒律。到了6月底节禁之后呢，当地的农牧民都会拿出酸奶犒劳僧人，为他们举行郊游野宴。学顿意为酸奶宴，所以学顿节最初按藏语理解就是吃酸奶的节日。啊，这才是学顿节最初的形式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由宗教活动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民间习俗了。是的，那我们继续往里走吧。哎，稍等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内地的宫殿寺庙柱子都是用的圆形整木，布达拉宫的柱子很有特点，像是拼接的，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？哦，这高原地区呢，木材有限，借助拼接同样能达到整木的承重效果。你看，这里4根，加上里面6根，这10根柱子啊，几乎撑起了整个白宫。墙柱混合承重结构是布达拉宫最基本的结构形式。这种建筑具有高原石堡的稳固性，又兼具中原木结构房屋的韧性。布达拉宫的柱子非常讲究，有方形、亚字形和梅花形等多种形状。其中，亚字形柱是由1根方柱4面相贴方木组合而成，外面包裹3至4道鎏金铜箍。西藏古建筑柱子的棱数啊，在使用时是有等级规定的，一般只能使用4棱柱子，而寺院使用的柱子棱角可达6至8个。明白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吧。好。跨越白宫门庭，我们即将迈向布达拉宫的核心区域——东大殿。随着探索的延伸，这座雪域宫殿正层层褪去神秘面纱，通往历史深处的时空之门次第打开。序幕已经拉开，属于白宫的故事正迎来它最璀璨的篇章。
具悲喜的一生。蓝天白云作定，日月星辰燃灯，生命自在流经，存放时间的坦诚，烛火点亮着星空。深情的红，扎根于山的空，拨动心弦的呼唤，穿越时空。血雨的伤口，采集在风中，生之为人的一生，悲喜由衷。金鼎中，一代一代的信仰随经筒转动，虔诚的心走在血雨中，深情向往的地方，布达拉宫，心愿同行。